如兰爱喝的新派茶饮蜜谷果汁茶，真茶真果汁。蜜谷果汁茶邀请您收看腾讯视频知否知否。娘子，奴婢给您烫壶羊羔酒，暖暖身子。林老太太，林小娘没了。什么时候？怎么没的？今天早起发现的，送饭的人进去一摸，人早凉了。说是进去的时候就病了，满嘴的胡话，兴许就是病死的。原本和他家也没什么旧交，他家说有。破家的时候，把他送到我手上。林清霜这个人，他心里有10000个主意，面上仍能装出一副懵懂无知的样子。如今这个结局，他给家里惹了多少祸事呢？这手上还不知道是不是有人命官司。老太太，你对他也是仁至义尽了。人命官司是这样，原来是这样。什么原来是这样？六姑娘来给老太太请安了。姑娘快进来，今日有煮好的汤茶。孙女是来请罪的。你去平岭庄，就是做这件事情。祖母，您知道了。我还没老糊涂。你们都停下，今日有事儿，你们都到外面去忙。是，跟外面办事的说一句，没什么事儿别往这边来。是。林晴霜害死我生母，湮灭罪证，逍遥法外。如今，我终于找到了当年的人证，拿到了口供。无奈，我爹不愿昔日丑闻重见天日，孙女无可奈何，只得设计，让林小娘自投罗网。他们母女贪慕虚荣，做出此等丑事，是自甘下贱。怎么能是你筹谋得出来的？是我。当初我只是想激怒四姐姐，令她犯错，这样林小娘就会像往日一样护着她，与她一并犯错。可是四姐姐见着我与梁家亲近，心生嫉妒，
屡次吃骂我。孙女才发现，原来还有这条路可走。于是，便假意与梁家亲近，激怒四姐姐，令她险些刮花我的脸。可没想到，父亲仍旧不愿意处置林氏。是我早就已经知道梁寒和四姐姐私会，眼见着他们泥足深陷，也是我暗示大娘子去玉清馆，去戳破他们的奸情。你糊涂啊！这是你一个尚未出阁的大家千金做出来的事吗？如此曲折繁琐的计谋，稍有半步差池，便会身败名裂，你就一切全完了。你想过没有？我想过，可是杀母之仇不共戴天。什么容貌、名声、姻缘，这些都算什么东西？于小娘、林晴霜害死我娘，一尸两命。她今天死了，是她罪有应得，是她死有余辜。孙女就算是死了，也要从坟头里爬出来去报仇。你平时看起来乖顺听话，做小伏低，难道都是做戏吗？孙女对祖母的敬爱之心，天地可见，绝无虚假。只是，如今孙女办了这样的事，自知罪该万死，请祖母责罚。怪我没有替你做主，没有替你出头，让你一个人做出这等险事来。祖母，我不后悔，是孙女对不起你，是孙女一直在欺瞒您，您打我吧。对不起，祖母。打疼了吧？不疼。你下的院子里那些人，可有知道内情的？孙女不敢透露半点，担心打草惊蛇。这就好，这件事情除了你我之外，绝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，全当没有发生过这件事情，就让这件事情就这么过去吧。皇室大胜，大破叛军！好，白兄弟，啊，应该叫白大人才对啊。关起门来还是喊兄弟的好，叫大人多生分。回头你们家我都不敢去了。打的话，我们家的大门呀，随时为你开着，你什么时候来都是好茶饭。等我吃过你们家米，别跟我瞪眼啊！南下打探草运，居然来了这么多西人。来，喝酒，喝酒。大二哥哥，
你这回在咱们禹州啊多待几天。你那个什么谢将军现在正依仗着你，不会催你回去的。就是，你跟咱们多热闹热闹，那边军营有什么好去的？要我说呀，不如让团练写封信，把你给要回来。老高，喝醉了。我父亲是不能留人的。哎，早知道南边逆贼闹得这样凶，当初打流寇的时候，咱们就应该一块去，省得在这小小的禹州怪憋得慌。你是看我立功受封，眼馋了吧？我倒是想让你去来着，你娘不答应啊。岭南的地方山高水险，到处势如瘴气，你娘要知道了，非把我吃了不可。你们几位啊，亏就亏在了家中各有一母牢，守着家门，还想去哪儿啊？看来啊，还是我家娘子贤惠。来，我跟你去。哎，我给你倒上。吃完饭先别走，有话会你说。来，实在，是不是有畅儿的下落了？若是此事，我何必避开旁人？我早敲锣打鼓，合府欢庆了。我这次南下也托了托曹帮的兄弟们，还是一点音信都没有。别急，来日方长，过些日子，我再找人去西边打听打听。那曼娘毕竟是畅儿的亲生母亲，总不至于怠慢了她。但愿吧。眼下，我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与你商量。前些日子，你那边得到的是一份嘉奖令，而我这边得到的是一份密诏。密诏？说什么？官家先是褒奖了我们父子勤勉克己、忠于职守，慧眼识人，举荐有功。接着说自己的身体日渐衰弱，他日新君即位，要我们父子尽力辅佐，必有大好前程。太子的人选定了，官家这是四处托付，为日后的新君铺路呢。我们父子因是太宗一脉，冷门多年，身边纵有你这样的朋友，也只能推荐出去，就是怕惹人猜忌。如今特意下一道这样的旨过了，我父亲好几夜都没有睡着。你是东京府的人，可知道些什么？我觉得也不用过分担忧。陛下就算忌惮宗室子弟，第一个要收拾的，也一定是汴京那几个，那才是树大招风、有能力争一争储位的人。禹州既非兵家要塞，又不是什么富饶之地，即便有那个心思，恐怕也没那个本钱吧。我也是这么说的，可是我父亲那个人，我不说你也应该知道，说句儿子不该说的。外面的雨下得大些，他便不敢出门，害怕被雨点砸破了头。如今这么一道密诏下来，我父亲实在是有点放心不下呀。那这样吧，最近老谢那也没什么事儿，不如我留下来，跟着你父亲做一个长随小厮，帮他看家护院，看如何？去你的！你这新进的官衔还在冒热乎气，就去做小厮？我们父子虽然有点血脉爵位，可是也消受不起你呀。那就封闭府门，多找几个家丁看家护院。你让你父亲放心睡觉，一切由我。倘若京城诏令没有下来，便相安无事。等来了诏令，我们再做打算。这从哪儿弄些新的看家护院？若非知根知底，便是祸患。哎，我刚才来的时候不看到好几个生面孔，我以为就是你们家的家丁，不是新来的人吗？过来，哎，兄弟，看到几个生面孔没有？家丁打扮都有我这么高。是有几个生面孔，
是94来送饭的，他们说很快就走，我便没有多问。往什么方向去了？往东去了，团练也跟着去了。团练说去庄上看看，他们前后脚，说不定还能看着我。走了。啊，怎么了？快来人，飞马！这天下最好看的不是险峰利水，而是这些麦浪稻林呐。有了这些，宇宙就安定了。快，你去可爱了，就是。说，是谁派你来的？弟弟，弟弟，弟弟，没事吧？那个，都快，他有自信。来人，带人审问。
走吧。不说，是要吃些皮肉之苦的。我知道你们都是死士，刀架在脖子上也不会眨一眨眼。可是，我今天要的不是你的命，是你的胆儿。你不说，我就拿这些刑具一样一样试在你的身上。如果那个时候你还没有死，我就拿刀把你身上的肉一块一块割下来。这里还有吊命的参汤，可以留着你一口气。我家对面住着个屠夫，我从小就看他宰杀牲口。有时候，为了保持肉一天都新鲜，他就会留着牲口不死。这些本事我全会。不信的话，你就试试看。胸口的肉最厚，就算割100刀，也只会流半碗血。我就从这儿开始吧。是我，是我，是阎王殿下派我们来了。你早说嘛，害我费这么大劲儿。我与阎王无冤无仇，他为何要我的命啊？我们刚一接到了密诏，就派来了刺客，怕是事关立嗣。立嗣与我何干？我虽为宗室，亦无高贵主身，而无根基人脉，拿什么跟阎王争？他何苦要与我过不去？只怕阎王是将那道安抚勉励的私诏当作是立嗣的诏书。如今在边境城里，立嗣的事情已经闹得沸沸扬扬，阎王已经是草木皆兵，一有风吹草动，他一定会当真的。你们家中坐，我从天上来。要不，我还是到城外的庄子上去多几天。你们就说我到城郊石佛寺住了，我再有刺客来，也算有个防备。父亲，我们是太祖血脉天家子孙，怕成这样，
井上之人耻笑。你们知道什么？保命要紧呐！大人，既然燕王已经当真，他宁可错杀，也不愿意漏杀。他要想杀你，躲无可躲。依我看，一不做二不休。我们去到汴京，面见天子，告他一状。告状？既然防无可防，不如以攻为守。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兵行险招。我们偷偷去到汴京，面见圣上，将燕王的罪行公诸于天下。到时候，即便告不到他，也让天下人知道他的险恶用心。只怕，到时候燕王反而要保您的周全了。这能行吗？父亲，我朝自古以来没有皇嗣杀皇嗣的道理。我们越是退让，就越是任人宰割。只有釜底抽薪，绝了燕王的念头，那才是长久之计啊！大人若担心路上，我们可以扮作商人，只要我们小心行事，一定能顺利到京。父亲，仲怀是万夫不挡之勇，再加上段家那几个能打能杀的兄弟，您何惧之有啊？我还是先到庄子上住几天。陛下不会永不立嗣，只要太子人选一确定，燕王知道与我无干，自然也就罢手了。主官，燕王如此来势汹汹，只怕不会只派一队人马来刺杀。我父亲求全的话，也不是没有道理。我们父子一向为朝廷所顾忌，全靠父亲谨小慎微，才维持到今日。他若是我这么个破脾气，恐怕我们早就没有今日的命。再耽搁下去，朝中局势一定，我们上京还有何用？就知道你一小子撺掇我们父子上京，不光是为了避祸吧？你想，这个燕王敢如此明目张胆的来刺杀皇嗣，说明京中一定乱了。官家在不在还不好说，恐怕会有一场腥风血雨。危难之时，我才有机会。这你与我想到一处。我们父子久居禹州10几年，无人问津，混的还不如个五品的京官。我们毕竟也是赵氏子孙，与其庸庸碌碌，在禹州做一辈子不咸不淡的团练使，不如趁乱透气，干翻事业。君有如此大志，我必誓死相随。出发了啊！走。
哎，忠啊，这儿离老耿家最近，而我们绕到沈家，这是不是多了一份风险？耿家大娘子是个河东狮子，咱们要是招呼都不打一声，便找上门去了，只怕老耿要被骂个狗血淋头。沈家嫂子好脾气，断然不会嫌弃咱们。见人下菜碟儿。你就不怕耿家大娘子？想想都怕呀！立刻上京！这唉声叹气的，怎么了？今日一早，宫里便来了人，请了4房5房的娘子们进宫去了，说是容妃娘娘有请。英国公、越国公家的都在列，却独独落下了咱们大房这边。玉哥的娘子也没去吗？没。不光宫里，汴京城现在也全都是势利眼。瞧着新宁远侯身上有病，无官无职，用不上，便丢在一旁了。以前老侯爷活着的时候，咱们家的门庭那是多热闹啊！你也跟了我那么多年，在侯府也该长些见识，怎么还那么目光短浅？容妃这么招呼他们，这是要干嘛？这是结党营私，日子长了，难免不出事儿。吴家4房5房那2个蠢材，还削尖了脑袋往上凑。有他们哭的时候，大
娘子说的是。近了这个，必定远了那个。不远不近的，又显得冷淡。这中间分寸的拿捏，足够写满他100个科考场。再说，玉哥虽然承袭了爵位，不过就是应个景罢了。就他那身子骨，还能活几年？等他死了，我的廷尉就是下一任的宁远侯。只要侯爵的席位一直在咱们手里，就是连绵不绝的荣华富贵，何须去攀附个什么容妃？记住了，这些都是秋后的草虫，过了这一季就完了。话虽如此，可3根钱道毕竟还有那个孽障，如今都不知道罪死在哪儿。就算他不死，顾家合族的耆老们也不会让这么一个忤逆不道、气死父亲的孽障袭爵的。可老侯爷临去之，公爹走了好几天了，也不知他们在宫里吃得住的如何。嫂嫂不是担心爹爹，担心的是二哥哥吧？也不是说他，只不过册封太子本是礼院的事儿，官人是礼院的人，被叫去赶工也不稀奇。可怎么公爹不是礼院的，也给叫走了？说是官家催得急，又要快又要齐备，这才忙得人仰马翻。说是要借些人手才周转得过来。太子乃未来国君，一事岂能草率？先是司天监要择选吉日报请准许，然后礼院要查阅典籍，制定章程，誊写诏书，再下发到各州郡县，还要派使臣四方祭告诸神，置办各种礼服冠冕，大臣们还要上表庆贺。如此反复周折，更不用说册立大典，要祭天祭地，问答礼赞，哎呀，更是繁琐。你下，我下了，祖母，下了。公爹和官人要下个月才能回家。他们不是主事的，不过是做些文书誊写的活儿，想来也差不多了。下，快点！嫂嫂放心吧，这下你不用心疼二哥哥会累着了。明丫头是越大越淘气，知道你嫂嫂脸皮薄，还打趣她。上个月还跟二哥哥说好了，要给他送鱼汤喝呢，是我亲手烧的。这下可好，这鱼都从幼阳老家送来了，他却被关进了皇城内，真是没口福。要说官员留在宫中办事，应该是住在前院，只要不是扣留羁押，倒也允许家眷探视，送些个茶食物品。真的，皇宫大内我们也进的？怎么进不得？你只要别乱跑。那正好送些个鱼汤过去，长柏不就有口福啦？那嫂嫂，我们一同去看二哥哥吧。还有你父亲啊，官人临走时叫我好好看家，可太过挂念，不能随意走动，我就不去了。妹妹替我送去吧。你。